别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下手这么重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谁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？对不起啊。明明是你嘛，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。New Way 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。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你着不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他爱上你。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，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，让人怪不放心的。你吃醋了？哪有？消气，别冲动。我们老板呢，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，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一定是误会，没事的。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。我明白，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。你有这样的老板，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，真的。会习惯的。忙去吧。还好吗？不好，信息太多了，有点饱和。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。只是初次评定而已，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。你刚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？没戏了。还有时间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比如……我不想走后门。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，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，会给你惊喜的。你好像很厉害的鸭子。对不起，林总，不发音叫醒你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走。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平常心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乙方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。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干什么？顾小姐，我表现怎么样？你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了。你别喊啊！你要喊的话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克制不住了。什么克制不住了？你不要吓我！我什么都克制不住了。好了，没有人的时候你不用克制。回来了，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下。刚刚谁来过了？没有谁啊。是顾安生吧？你怎么？
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？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怎么，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？不是，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，他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不是有快递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安生只是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，好多工作要做，还给你准备了饭菜，不光没有表扬我，还跟我发脾气。这么快，这个赔礼小蛋糕就送来了？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那么没良心。我才没有没良心呢。怎么了？遇到困难了？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，其实很正常。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的很及时。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以后见你哥，不用瞒着我。不对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？总之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好，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。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请讲。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？萧医生。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他让我帮他追艾丽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！那挂了吗？哎呀，我腰受伤了，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了下来，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，要是马桶没办，孤独终老了呀！那你不应该打120-110养老中心吗？打给我干嘛呀？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？我不是放你那儿一把备用钥匙吗？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试试啊。哎，开了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不是1天2天了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惨，十分惨，特别惨啊！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，应该给你女朋友。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丽那儿呢？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那去找你的艾丽啊。那，行，难得出了个好办法，好兄弟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看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啊，好好看看脑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晚上都笑眯眯的打电话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是因为嘲笑他？是。萧一山喜欢艾丽。不过他也挺不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。陷入爱情的有几个正常的？你骂我呢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还有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去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只是帮你取快递。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，我就不小心，我就瞄了一眼，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。我退回去了。所以里面是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关心。
早说嘛！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呀。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多浪费啊，多不划算。既然跟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门禁密码为什么是0411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啊？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毛豆，我会来找你的。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想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你还好吗？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？我很好啊，我又不是因为紧张。看出来了。我认为90后他们更需要能够接受这样。哎，干嘛？你醒醒啊！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。当然好啦，成双成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师傅你就在这块儿停吧。这位乘客，你的目的地还没到呢。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！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，不就破功了？你就在这放下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傻瓜，我送你到下个路口，好吗？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，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，来巩固、来强化我们的主题，温馨陪伴，独一无二。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意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。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 New Way 的新理念极其不符。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，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，恐怕难以契合 New Way 的时尚感。确实，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，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，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、到达率较弱。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是会采纳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。都发言完了吧？这次只是初次评定，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，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。散会。等一下，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。我有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。怎么办？画不出来。慢慢来，
会有办法的。要不你再看看参考？要不你帮帮我吧？我？好，别动啊。我让你别动，你不要在后面偷偷的动。你把这些贴在画板上，不一样吗？粘在你身上，我更有灵感一些。行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怎么了？烫到了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疼吗？做好了啊。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抱我。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的形象设计吗？对啊，就是你说我长得像那个大乌龟还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有说过你像大乌龟，这是球鱼。哎，要不然你代表妞卫先试一下？不，我绝对不可能穿。哦。
啊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玩偶，可以把你放在公司门前做那个招财小神童。你确定就是这个了？怎么样？我无法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放心吧，这回一定能行的。正好，我给你拍个照看看。哎，笑一个哦，不用笑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，还没完成呢。没完成都这么生动了，那我好期待成品啊！好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啊！也太羡慕这样的感情了吧？羡慕什么？找一个。这又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你努力，说不定。还不如还是这个。这怎么粘一起了？你笨死了！我卸甲水呢。不，你别扯，疼。笨，轻轻的啊，哎，别动，笨。疼不疼？轻点啊，轻点。我们利用了明确的配饰，突出了5G 加物流一站式服务的新理念，发挥了网络资源的能力、物流协同的优势。大家往这边看，眼睛跟心脏的部位都做了特别的设计，安有不同功能的环境及身体安全监测器，是黑科技和奇特外观的一个结合产物。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慢慢就会成为人们身边一个隐形的关心和陪伴。我给它取名为 Watch。它的寓意是注视和守护 ，Watching with you， 陪伴守护每一个你。想到这个主题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。最开始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去照顾他，我去保护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在这个非常快消失的时光里面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爱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啊！这是 New Way 成立以来高管层第一次一致认可通过的提案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，那现在现在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他的气质不一般。所以闹了半天，刚刚在调情啊。我女朋友郭安心小姐为庆祝设计方案通过，请全公司人员喝奶茶。疯了呀你！你公司那么多人，我破产了，我得。没事啦，你请客，我付钱。笨蛋，你的钱不是钱吗？你刚才说的企业文化、善待员工的理念呢？那有的人他不爱喝甜的。好了，谢谢你为我们的设计那么努力。能给喜欢的人做设计，超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悠悠他们去庆功了。
回来了。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潜水不用等我。也没有等太久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是不是你公司高层知道我是你女朋友之后，就后悔了？没有，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喜欢你的设计啊。辛苦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资料了，顺便给你买了早餐。啊，我健身呢。吵醒你了，海旭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我就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便当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嗯。酱。你做这么可爱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，我就给你奖励，因为我有独家秘籍。从哪儿学的？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。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。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？我明明没有放醋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好像还吃了飞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不开心啊！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G 加物流仓凌霄计划，看起来好高级，好便捷啊！它就是我成立 New Way 的初衷。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，可以用真正的科技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行。你这个想法好棒！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，但如今它要发布了，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。林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，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，而且做得这么的好，你就是幸运星本星啊！所以呢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大胆的做就好了。大不了我养你。那我就靠你养我了。好。
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？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，想等你一起睡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太忙了。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太忙了。真的没有吗？你都瘦了一圈了。放心吧，真的没事儿。那你去泡个澡吧，早点睡。好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故事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岛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艾哥，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候鸟咖啡厅。好，到时候见。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。哥，你真的在攻击妞卫吗？你是为了他才出来见我的？说实话，是的，我是很想搞垮妞卫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。安心，我不要你这种相信，你这种相信已经让我痛苦太久了。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，好吗？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哥，这是两码事。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。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？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，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再跟林月斗了。安心，落子无悔。林月现在的局面只能怪她自己判断失误，怪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。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啊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也警告你，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凌月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。我知道你输了不好受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。安心真的去找你了？不用跟我装傻。凌月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，你赢不了。我是顾安心的哥哥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这位林总口口声声说要见你，
是无中生有，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。你再让他受伤一次，我会把他抢回来。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怎么回家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？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还行吧，差不多都忙完了。那你的凌霄计划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进展还算顺利。没了？怎么了？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顾仙儿来找我了，要不是因为她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僵。这是商场上常有的竞争，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我不想让你担心吗？我可以为你担心啊，我愿意为你担心啊。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、你的困难，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。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啊？对于你现在质问我，对于你开始袒护他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，是他来先惹我的。林月，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。是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是我比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心疼他吗？如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啊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，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顾总，对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出，爱情计划存在大量的知识盗版。不能拍，不能拍，让开，让开。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的。那亲吻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当年凌芳的一个恶作剧，都是误会。那以后我要是再看到那样的照片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。还笑得出来？都被人关起来了还笑？我是在笑刚才有人宣誓主权的样子。对啊，我都宣誓主权了，那你这辈子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所以你这块领地不能被任何人分割，你心里呢也只能有我一个人，明白了吗？这么霸道啊？那必须的。好，遵命。
怎么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？啊？做噩梦了吗？我带你出去走走吧。那。哇，怎么样，可爱吧？嗯。下面还有更多好玩的，去看看吧。走。下面有沙。哎，干嘛呢？这区域休整没看见吗？我们已经买了门票了。买门票也进不去，下个月吧。啊，进不去。走吧。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抱我！进来。欢迎来到坏孩子的世界，走。谁啊？邪门了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吗？你跟我哥之间的争斗，提醒了我，我们都是受过伤的小孩，伤口虽然会好，但是疤痕却不会掉。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不把恐惧当回事，回忆再也吞噬不了我们。就像今天，危险系数都给忽略掉，你就可以享受其中。对不对？我总是想消除环境给我带来的危险，却忽略了潜在着的最大不安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安心，谢谢你，让我亲身体会到，人的处境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抉择。我需要的不是围栏，是走出安全区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哦，魔鬼鱼，快！魔鬼鱼，对着魔鬼鱼许愿就可以成真了。真的确有其事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想的。好多字都看不清了。我来帮你看看。才知道，他这么强颜欢笑，是为了不影响我。如果他没有遇到我爸爸，
会不会没有这么难过？会不会过得开心一点？至少这上面发自内心的笑容是不会骗人的。阿姨曾经幸福过，至少你们有彼此，有过回忆啊。我以后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，多陪陪你。那怎么行？你要好好工作。不是有句话说，认真工作的男人总是发光的，让人心动吗？要是你还能多一点温柔之光，就更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不只是对我，对身边的人都要这样。比如艾丽，比如萧一山，比如萧一山。萧一山就算了吧，他自己就是个发电机。喂，安心，是你吗？我是雨果。雨果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你。我出国了一段时间。雨果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你可以过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我想单独见你最后一面。雨果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你等我。喂。安心小姐，让雨果找个偏僻的废弃楼把安心藏起来，一定要看好他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安生。还有，等林月找上门来，你们拿到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让他们俩合情合理消失一阵子，处理得干净一点。林总，接下来的股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国外的投资方已经提前到了。通知一下，会议推迟。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嘘嘘嘘嘘嘘。
安心，安心在哪儿？叫他过来。安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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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心在哪儿？林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 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快走，走啊！你别伤害他，任何条件你提。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，签了？不能签，李远，不能签！你别过来！少他妈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李远，小心！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地址发过来。李远，李远，你没事吧？李远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会儿就有事儿了。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。接下来，报仇报怨，随你。他俩怎么办？只要一把火，伪装成情侣纷争造成的他杀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一片漆黑、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不是恨这个女人吗？机会来了，可别错过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，我会这样。
不是这样的。当年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落，是因为阿布唑仑。你误食了阿布唑仑药物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可以给你看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宇哥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宇哥。你能不能放了他？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！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我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天然气已经泄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我虽然死，也得拉上你俩。没事儿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明月已经上钩了，我们半个小时后在那里见面。明月，之前见他来过几次，估计是集团里谁遇上麻烦，找他来解决来了。跟着他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来的及时吗？哎，刚那一下像不像个超级英雄？谢谢你啊，哥。歇会儿，又不是来救你，是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别人都不行。那你以后就对你弟弟好一点，不要算计他了。那事儿真是误会我了，我是本来想干点什么来着，谁知道那两个笨蛋连车门都没打开，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怎么换路了？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别急，等着我下个口赶着他们。不是你。林总出事那天，我们在停车场的监控里碰巧您的车也在呢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都不知道我车里面有这种东西。林胜，不可能！之前周年庆的那个合作方案透露给顾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们林氏里面就有内鬼。还有前段时间挑起牛卫跟顾氏集团的那个风波，也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够把凌霄计划书泄露给刘总。刚才我签那个协议书里面，虽然隐去了受赠人的姓名，但是有咱爸的公章。公章一直在家里的保险箱里，也就只有林胜可以取出来，也只有他手上能同时拥有合作方案和凌霄计划案。是。他这件事经常和股东还有各大部门经理在一起。这次阿伦拐走了安心，要求我签股权转让，我想这件事情跟他肯定有关系。安心，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醒了。雨果，怎么样？说说吧，同伙是谁？
你杀了我啊？雨果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刚才都被关在里面了，天然气也泄漏了。如果不是林芳来的话，我们都已经死在里面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的。雨果，你说的那个人，名字叫杨红吧？孩子，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亲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红姨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我是在替安心赎罪，他是我的养女，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。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责怪自己。错的是那个害你的人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早就有所察觉，对吗？我之前看我妈的账本，她一直在给一个叫雨果的人稳定的转账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所以又可以逼凌月签了股权转让书，又可以把你们除了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转让书，转给谁啊？林胜。我妈已经把星儿跟林胜的婚礼提上日程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证他们，贸然阻止他们对我们更不利。你们回去，就当我们真死了。我会暗中派人搜集证据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还能争取到点时间。说吧，需要哥帮你什么？安顿雨果，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，务必让假死成真。嗯，我想办法。林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失职，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你不用自责。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，置我们于死地，一计不成，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，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那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您的安全谁能保证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死了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，给你这小脑瓜来这么一下，没有出现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就不错了。你们来的时候确定没有被发现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呀，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谁能跟来呀？而且艾丽和武赫已经确认过了，确实没人跟踪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绑架是杨红跟林胜密谋的。既然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死给他们看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找人收集杨红跟林胜的犯罪证据，雨果这边的情况也基本上掌握了，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是活着的。虽然事情8、9不离十，但是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我跟安心会在这儿待着，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，他会骗过小生，自然的放出我们已经死了的消息。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。我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你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这样？就是一直都是。
真的很难以想象，我能放下妞卫，放下一切，像现在这样做个闲人。所以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一天啊。这个叫做险中求胜。你说，林胜真的会相信我们死了吗？他虽然年纪最小，但是他能够隐瞒这么久，说明他的心机和城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林峰的话，他只会信一半，另一半他自己会去核实的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我们安心的日子也没有几天。那至少我们这次不是一个人啊。对啊，我们在一起。你还挺会接话的嘛，嗯？这不是五哥的超市吗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待着无聊吗？我跟五哥商量好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个私人的购物时间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选点吃的带回家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冲啊！啊！对，到了，火锅底料。那边呢？你给我看看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明天就过期了，还有1个小时就到明天了。我们回家的话得半个小时。今晚吃不了火锅了，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锅。开动啦！好。不用加那么多，谢谢。没有肉了，我再去拿一点。我来喽！我忘记拿微醺了。哦，我去拿。哇！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吃点水果吧？早有准备。那，你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。我要是冒了风险，让你做了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当然愿意。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只要他彻底消失，咱们星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宝贝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自己好？你瞒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哎，终于回来一下，给一个说明好不好？别走呀！哎，别走！怎么回事？请问陆医生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害了人吗？资产吗？你真的是为了不想脸破坏了自己的身份吗？给我闭嘴！录音是伪造的，都是在胡说八道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撒谎吗？什么情况？
想必各位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吧？这是我的订婚宴，你这个闲杂人，你最好还是先出去。闲杂人等不敢当，我只是来还各位一个真相，顺便问问各位股东，一个通过卑鄙手段上位的人，能否放心的把集团托付给他？论卑鄙啊，还是二哥你自己制造的假死更令人瞠目结舌吧。想要杀人灭口的人，杀人？给我安这么大罪名啊！证据呢？造谣可是需要证据啊。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想要掩饰作为吗？明月，这份录音我也可以伪造。父亲现在正在危急关头，他老人家最后交代了，希望能够掌控集团股份和实权的人是我。在座的各位都明智得很，也都纷纷明白我父亲的心意，都推举我为集团的负责人。至于你，你有什么？你拿什么跟我扛啊？爸，来，快，我们去那边拍啊！好。爸，你怎么行了？那也不行，我最宠爱的小儿子，马上就一手遮天，把我大半辈子打下的基业给毁掉了。最宠爱，我看是最瞧不上、最不受器重的那个了。爸，20多年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林月就是在好好经营你的事业，我林胜就只是个会败光你基业的败家子？凭什么他林月这个养子有资格继承你的集团，而我林胜就只能够像阿猫阿狗一样靠你们垂脸活着？住口！你这个逆子！你要是再出言不逊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好啊。你们谁都可以对我不客气，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，这个集团我持有的股份最多，这个集团就是我的，这一点谁也撼动不了。林胜，你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大家都偏爱你，但是没想到居然把你宠溺成这样，让你是非不分，为了一己之私残害手足。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，孩子？各位，我林天今天郑重地宣布，我把我手上20%的股份，无条件地转让给林月。虽然说比不上这个逆子手上30%的股份，但是人心向背不在于股权的多少，而是在于能不能以德服人。我这还有10%，都转给林月，这样林月就有30%了。哥，你疯了！你把股份转给那个杨子？林少，他跟你一样，都是我弟弟。回头吧。我告诉你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回头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股份顶多算是持平。爸，您看您也一大把年纪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如把公司交给我。你那么利欲熏心，我是不可能把集团交到你的手上的。好，那就让在场所有的股东投票，谁去谁留，4人见分晓。不用。
顾安心，你一个外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有集团的股份，我也算是集团的股东。我手上有林伯父赠予我妈妈的5%的股份，加上我的5%，我们应该比你更有话语权了吧？才区5%啊！在座所有股东的持股总和，共计20%。更何况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对林氏集团的未来做出了更好的规划。你们不必觉得遗憾，毕竟林氏集团在你们的手上只会继续墨守成规，一步步自取灭亡。交给我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林渊，来扶我起来。各位股东，我林天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。各位都是陪我林天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打拼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伙伴们。我林天教子无方，把大家牵扯进这次风波里头。我林天向大家鞠躬致歉了。今天的林氏集团，绝对不是我林天一个人的，是靠大家共同努力，一砖一瓦共同建立起来的。我相信现场的好多股东们，对林氏集团的热爱，可能会超过我林天本人。所以现在大家也明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林氏集团最需要的是什么。希望大家能够像往常一样，做出你们最明智的选择，为了大家共同的集团。我林天，谢谢大家。我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。还有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。还有我也是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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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总，支持林月总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还有我，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是，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。还有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就是林月。真是一出好戏，你早就准备好了对吧？要彻底让我身败名裂才甘心。林渊够狠，我输了。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孩子，回头吧。小盛，对于你们之前做的事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你主动认罪的话，都还来得及。哥，怎么样了？打的 CT 显示有脑瘤，现在正在给您抢救。脑瘤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，我一直想着心儿他妈的事儿，我甚至都没发现爸他现在，都怪我。哥，你不用太自责，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情的。
那仙儿呢？仙儿正在接受警方调查。我妈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些，现在也住院了。警方说等她状态稳定一点了，会继续调查。医生怎么样？顾先生的手术很成功，不过会后遗症。后遗症？因为这个肿瘤啊，长期压迫着脑神经，顾先生的海马体和皮质质已发生了萎缩。准确的告诉你们，顾先生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没事。别担心，没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吗？我都还没有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他的记忆里居然没有我。那我们就好好陪陪他，让他当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我，凌月，承诺将房子出租，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，永不涨租，永不售卖。如果有违背合约内容，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，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。你这个合约写的也对你太不公平了吧？我是房东，你要给我租金，很平等啊。就像这个欠条，当初我占了你的便宜，现在到你占一把。谢谢你。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。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走，回家。等等，我们现在是正式情侣了，要个晚安吻不过分吧？你早点回去睡吧。那我明天来接你，晚安。晚安。等一下。晚安，晚安，大舅子。谁是你大舅子？走了，回家。走了，他抱我。他喜欢你。哥，消消气。喝口味鲜。你跟凌月怎么，你这么轻易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？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叫做鬼使神差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哥，我听说了，悠悠跟我说了昨天的事情。她昨天可能是有一点紧张。别用悠悠岔开话题了，你跟凌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。不是哥，凌月他们一家人都很好，除了他那个哥哥林芳，其他人真的很好。哦，就见了一面，你就知道人家好了。看样子你真的陷得太深了。
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，我愿意让你们好好试一试。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：如果他欺负你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无论如何，不要让自己受委屈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的手链呢？哦，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盒子里了。你还是戴上吧，戴上会安心一点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。是吗？戴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就不需要了。什么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。嗯。我准备搬回杨梅胡同了。那房子不是卖了吗？是卖了呀，不过新的这个房主呢，还是打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。我这不就赶上了，刚好就遇到了。那要是这个新房东像以前那个房东一样，说赶紧走就赶紧走，怎么办？不会的。我跟这个房主签订了一个特别的协议，不会被赶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这才刚搬进来就要走，你就那么喜欢那边？那边确实是没有你家好，也没有你家住的舒服。不过我真的是习惯了，而且那边有我特别珍贵的回忆。哥，我就搬个家，你不用搞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吧？你想来看我，你随时都来，我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你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老住在你家。你可以一直住在我家。好了，什么时候搬，我帮你。您好，我来帮安心小姐搬家。艾丽，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林总今天本来打算亲自来的，但突然有个会，所以……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搬吗？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我看他就是个腹黑男，小心眼。您尽早搬过来，林总这颗悬着的心才能尽早放下来啊。那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不用送了。今天会议的内容就这些，大家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散会吧。啊？怎么了，安心？总监，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，想大家给点意见。没事，那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啊，好，耽误大家几分钟。我想做一个九头鸟坠入人间之后的一个故事。我的灵感来自于中国《山海经》中的九头鸟、九凤。因为我认为二次元跟中国神话传统这样结合的一个东西，会引领一个新的流行方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这是我新做的一些人物形象，还有一些概念。这种画风好像不太符合咱们公司的受众啊。是这么说啦，但是我觉得安心的这个选题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这种风格的选题受众也太窄了，而且不符合现在青少年的喜欢。你有做过市场调研吗？肯定是没做，这个板块都没有，而且这 PPT 做的也太粗糙了。这个选题啊，咱们公司确实还没尝试过啊，但是我看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，也不是不可以做啊。
这样，安心，你先更新个实话，看看效果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想试试看。哎呀，我今天要加班哎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怎么又要加班呀？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了？不是，是安排的工作我还没做完。那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觉得可能得到凌晨吧。你别等我啊，你在下面等我，我都没心情做工作了。你一个女孩加班到凌晨也太不安全了。没事儿，我们公司安保挺好的。哪里好了？我连个保安都没有看到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啰里吧嗦了，回去吧啊。那我看着你上去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还在啊？你不会等了我一晚上吧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闲啊？快上车吧。那，把早饭吃了。你吃了吗？哇，多吃点儿。这快点吃，吃完还得上去。还要上班啊？不睡一会儿吗？怎么睡啊？我车上有毯子，你睡一会儿吧。还说没等我，没等我哪来的毯子啊？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我可是最佳男友。我男朋友真可爱。没刷呀？没事，我也没刷。顾安心，你凭什么这么幸福？顾安心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别怂。你们都看今天早上9宫星城出来的数据了吧？看了，没想到安心这么厉害，才刚出道10几话就冲到了全网第1，历史第1人呐！什么呀？你不至于连这点水分都看不出来吧？这明显就是买的数据啊！买的全网第1，不可能，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啦。哎，我们这个空降兵背后可是有妞卫的总裁啊，
传闻是真的。今天早上我还听见老板跟丁卫的总裁汇报呢，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。没想到，安心背后竟然有这等靠山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怎么进来我们公司的？多少作家都进不来呢。这人你说就是有点贪心啊！本来九凤倾城的数据还不错，他非要争个全网第一。不好意思啊，占用了大家的时间。我虽然是只菜鸟，但是我一定不会买数据。这个事情我会去搞明白的。对不起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。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。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？我以后会尽可能的去体谅你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，互相坦诚，好吗？好。你说你不做什么的。我抱着我的全世界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，是要我帮你穿吗？不用，我可以自己穿。真的不用？真的。真的不用啊？好了吧，都怪你。那我给你道歉。你谋杀亲夫啊！我给你吹一下。哎，正好，刚要找你，你就下来了。那边那个先生找。哎，西南，他在换衣服。你
听不懂话吗？我在最后好好的跟你说一次，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的话，我要你好看。我也警告你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你的女人，安心她是我妹妹，这你说了不算。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昨天晚上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。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他没对我做什么呀？走，我回家。我自己能走。安丽，给我吧。谢谢。林总。哥，顾安生，你自己没有车吗？我车坏了，林总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小事情吧？安心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拜拜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。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你昨天……安心，你们昨天……我虽然很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。我不同意。林总，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？我相信安心。哥，最近天气干燥，你得多喝点水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不会真的跟他？哥，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18禁的话题？多干。对不起嘛。是不是他趁人之危？
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所以你是自愿的？哥，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月。如果我跟你说做不到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成见，你试着了解一下他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如果我跟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，你会怎么选？啊？不是哥。好了，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，再去休息会儿吧。我先走了。瓜子。哎，来，坐，我这擦一下。哦，坐。好。哎，还有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西西，你看，等一下倒到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哦。看这个线。一个人喝酒容易醉，醉了谁送你回家呀？安心。你长这么帅，怎么让人安心啊？安心。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这些事情你自己要学着去做，好吧？哦，我记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给我来杯清水好吗？喂，怎么了？现在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谢谢，走吧。哎，你叫我来就是帮你买单的？啊，我银行卡前2天被锁了，然后微信里面也没有钱了，所以我就只能。你早跟我说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要不怎么说你长得又帅又聪明呢？你说这么简单问题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上帝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。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？你身上酒气怎么这么重啊？有朋友约我出去喝酒，因为好久没见了，就多喝了点。那我还一喊你就过来，你也太好了吧！上次你送我回家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，今天又这么麻烦你，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，作为报答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你不是没带钱吗？啊，我是没带钱，我有电影卡，就是那种报我名字就可以看的那种。你是安心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不用计较这些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许悠悠行走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。你投资我以零食，我报之你以电影，这样才公平嘛。所以，你们之前在一起过？绝对没有，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，仅此而已。还有照片的事情。照片我知道，那也很明显就是借位啊。
我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还想不明白吗？所以，怕水也是这样吗？怕水的事情，就多亏了我大哥了。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会很安心。上次周宁那组人跳槽后，带走了我们一直研发的 IC 系统，现在飞特准备上市了，要发布改良后的 IC 系统。要是他们成功上市的话，那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，可真的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林芳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了方宇建设，研发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，他哪来那么多启动资金啊？飞特背后的几位大股东都是集团的人，真的搞不懂。这几位大股东为什么一定要投资飞特呢？看来，他们真的是铁了心了，要跟着林芳走。哼，林芳肯定是承诺了那帮人能有高利益的回报，也做好了瓜分 New Way 红利的准备。走吧，去方宇建设。好。各位叔叔放心，侄子一定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。那我们就都养着领芳走了。哎呦混，别吓死我了你！不是你站我后边不出声干嘛呀你？大哥平时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今天我开心，不跟你计较。你这次下手可真够狠的，双管齐下，既给了New Way重重一击，还趁机拉拢好几个大股东。不知道你说什么呢？用凌氏集团的钱来截断New Way的活路，这可真是个好办法。你觉得爸知道了会怎么样？那你就告诉他，反正一直你不就是一个只会告状的鼻涕鬼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他就是知道了也没事儿。正好让他看看我林芳随随便便支援一个小公司，就能轻而易举的把你苦心经营的New Way给取而代之。你不是一直说只有电商和科技才能代表凌氏的未来吗？哥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未来长什么样。你这么急不可耐的想打败我，到底想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才是凌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就不怕太过贪心？自食恶果。这本来一切都是我的，你不过就是中间分了杯羹，有脸跟我说贪心，可笑！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？那就祝大哥你心想事成。不是这小子怎么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啊？搞得我还挺不爽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别让这小子又有机可乘，他就是个壁虎，无孔不入的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来，娜娜、杰杰、贝贝、小池，你们部门的人跟我去开会。好的。这次的黑客入侵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大量重要文件的丢失和泄露，目前公司已经在安排找回，那找回的数据基本上是小于35%的。然后在人才方面，我们也有2个小组已经申请了辞职，需要马上安排有效的人员进入到工作岗位。你这是要谋杀我吗？我这是
在做练习。做练习？你怎么来啦？外卖小妹来给你送大虾来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走吧。超级新鲜的烤大虾，配上这个乐菊乌龙，真的是绝味。姜姜，闻到香味了吗？哇！怎么了？你不会没吃过烤虾吧？你试试，哎，你试试就知道了，真的可好吃了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先去头，去尾。我觉得这个虾还没有做好准备被人家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戴上手套，来。好吃吗？哎，外卖小妹今天任务达标了，我不影响你工作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你在这等着我啊！我去洗个手，马上就回来，等着我啊！放心，有我，就不抢占加班狗的时间了。快点忙完来找我吧。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还有3个小时，菲特的仪式就要开始了。宁卫那边有什么动作吗？没什么大的动静。哈，看来我这弟弟是陷在温柔乡里出不来了。林总，您这招声东击西啊，还真是高明。我问你啊，凌月，这次是不是回天乏术了？回天乏术？我帅吗？帅。去推灯。喂。哦。是那。老板。怎么了？说。菲特刚刚收到了被告通知。什么理由？因为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，向纠纷部发起了诉讼。这么突然？封锁消息，菲特必须正常上市。什么表情？说。恐怕没有办法了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集团股东那边好像都已经收到消息了，正在低价的抛售菲特的股份。这帮沉不住气的老头，一个律师函就按耐不住了。好像是股东们昨晚都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有菲特销售额注水的数据报告，说是我们在给大家开空头支票，承诺的增长率很难得到。马上
把外流的股份全部给我购回来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进来。林总，恐怕你这股份是买不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方宇建设买不起？先不说你买不买得起，更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卖给你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。松开！松开！小白，哎，你怕他一个女人？你看，林总，保安就算来了也打不过他。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怎么感觉被下套了？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？大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觊觎牛伟很久了吗？我出车祸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吧？拖着我，好让你的菲特崛起，好有时间撬走我的团队，偷走牛伟的核心技术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为了搞垮我，连自己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愿意白白给我，你真够狠！但你以为你赢了？我看你没了核心技术，公司还能撑多久？我还是菲特的最大股东。大哥，你以为你撬走了我的团队，拿走了 SA 系统，牛伟就会垮掉吗？其实啊，我还要谢谢你。我一直觉得牛伟人员冗余，多亏了你，帮我做人员精简。我一直都有投资海内外优秀的应届生们来进行全自动化的技术研发，目前已卓有成效，已经可以投入建设了。所以那个所谓的 SA 半自动化，不过是你营造出来的假象。原本不是，只是大哥让我提前了计划而已。如果不是你这么冒进贪婪的话，也许你今天就不会输得这么多。还有，如果你再这么贪婪下去，你迟早会被你的野心给吞噬掉的。反正是你赢了。什么风凉话不都让你说吗？林总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哎，刘董，哎，啊不，绝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。我们老板他不在，对，他前2天恰好出国了，对。老板怎么办？现在董事们都在找您。能怎么办？我想想，这几天找我的人一律不见。好。喂，哎，周总，哎。对了，林总，纠纷部那边要新的证明。不必了。明白。